间闻到恩怨消，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。问计问招是比谁高？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。问路问程山水迢迢，只因何处人寂寥？问雨问情心事多少？浮明月暮暮雨朝朝。问花问叶颜色正好，人生欢乐苦短几春宵。问秋问冬风雪萧萧，彩云易散岁月难熬。花开早，天知晓，天莫笑，天已老。江湖笑，天地遥，人去了，我忘了。花谢了，天知晓，天莫悲，天已老。英雄起，岁月少，人去了，我忘了。温公子，我这一晚上帮你又管杀又管埋的，你还张口闭口的温公子，是不是太见外了？你这伤不宜喝冷酒。阿香啊，温一下。伺候您老人家穷讲究就算了，还要伺候这俩大小傻子。香姐姐，我来吧。嗯，拿着吧。温公子，奇怪，这触感是皮肉，怎么摸起来像是你自己长的？正是在下不才自己努力长的。这人是谁？既认得流云9宫部，又看破我的易容。我这些年看人从未看错过，你这身骨相如此清俊，必非凡品，怎会？主人，你上回还指着一个村姑的背影，赞她生的好一对蝴蝶骨，必是美人。结果呀，转过来一看，挤眉弄眼的比猪头肉还油腻。你懂什么？那人先天本是美人，后天潦倒，变得气质猥琐，不算我看走眼。至于周兄嘛，周叔，我暂时还看不出破绽，但你一定易了容。美吗？完美。张公子，头先追杀你的那群人戴的鬼面是青崖山鬼谷的标志。这群恶鬼绝迹江湖这么多年，镜湖派是怎么惹上他们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周兄，你总该知道鬼谷的厉害吧？平白无故摊上了这么大一桩子事儿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来龙去脉？不知道，也没兴趣知道。不过，猜也猜得到七七八八。周叔，江湖上的事儿啊，无非
就是贪嗔痴3个字。鬼谷销声匿迹多年，谈不上仇；秋月剑素来洁身自好，与世无争，也谈不上痴。那便只有贪了。青崖山鬼灭了镜湖派，想必是贪图什么东西。不知道周兄有没有听过一句童谣：“五湖水，天下会，武林至尊，舍其谁？”没错，这首童谣在过去数月传遍了江南，人人都知道这是五湖盟在为了争夺武林盟主而造势。但是却在前几日，从越州城传来了奇怪的下半阙。主人，是什么呀？彩云散，琉璃碎，青崖山鬼，谁与悲？哼，这青崖山鬼有什么可悲的？哪一个不是恶贯满盈、走投无路，才遁入鬼谷的？周兄说的没错，但这青崖山鬼4个字，指的不是群鬼，而是20年前在青崖山伏诛的大魔头荣炫。相传，这个姓荣的魔头身后留有名为天下武库的武学宝藏，那里藏有各大门派失传已久的至高武学，能令任意凡夫俗子无敌于天下。而开启这武库的钥匙，被称之为琉璃甲。令人无敌于天下的宝藏，这种江湖怪谈，骗骗村野渔夫罢了。温公子，你也信？怎么，周兄不信？宝藏、神兵利器、武功秘籍、仙丹灵药，每过些年头啊，总要编些什么东西，让江湖上的人呢争争抢抢，死个七七八八，方才皆大欢喜。可笑！如何可笑？不可笑吗？这些宝藏啊，其实都有一个名字，叫不劳而获大法。简单点说，贪欲罢了。想不到周兄竟然和我有相同的看法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嗨，我才琢磨过来你刚刚说的话。对呀，按理说那些去抢的人，定是知道自己武功不好，才想不劳而获。可他们都知道自己武功差了，还跟别人抢东西，那还不是嫌命长啊？主人，我看这人间比我笨的人多了去了。还是顾姑娘聪明。张公子，你觉得呢？小憩片刻吧，天快要亮了。天是快要亮了。将遗体盖好，别暴露在阳光下。放这儿。快儿！
沈师叔，拜见大山派掌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沈师叔，张师叔呢？沈师叔，弟子等昨夜赶到时，镜湖剑派上下已经全部遇难。这是张师叔和2位师兄弟的遗体。4哥，沈师叔，让开！沈师叔，让开！沈师叔，你还是别看了。张师叔和2位师弟生前曾遭凌虐，遗容并不安详。沈师叔，沈师叔，沈大侠，沈师叔，你都怪邓宽无能，未能及时察觉异象，救援同门。身为岳阳派首徒，难辞其咎，请师叔责打。你不是奉令来送请帖吗？为什么也没来得及救援？弟子等昨夜在岳州城中一见火起，便立刻赶到湖边救援，可有人一早将渡湖的船只全部毁掉。敌人好毒的心计，要是让我找到他们，我一定让他们10倍100倍的偿还。老婆子活了这把年纪，还从没听过谁胡吹大气，吹得这般脸不红心不跳。桃红绿柳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沈大侠，难道你们兄弟结拜之时就没有发过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？如今你的结拜兄长死得这么惨，你怎么就不自刎相随？哼，滴几滴眼泪便算了？胡说八道！哎，来太婆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五湖盟对信义2字之理解，自来卓尔不群。人家活着的时候10几年都不走动，一死了到第一时间来奔丧，哭得像死了亲娘似的，这种深情厚谊何其特别呀！你们侮辱我5兄弟的情谊，是存心来挑衅的吗？兄弟，沈大侠，你会不会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？且不说张玉森认不认你这个兄弟，你沈掌门之于高盟主，到底是兄弟还是走狗？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欺人太甚！沈掌门，黄长老，沈掌门，桃红绿柳是老叫花子特意请来帮忙的。也请贤伉俪看在老叫花子的份上，少说2句。大敌当前，理当一致对外，旧日的恩怨不妨暂且放下，放下。沈掌门啊，给镜湖剑派报仇要紧呢，还是一时的口舌之争要紧呐？可是黄长老，这究竟是谁下的手？跟我来。你看够了没有？我只是在想，你这副面具之下，会是怎样的一副尊容？天色已明，多谢2位。
今日相逢，有缘。有缘，自会相聚。哎，周兄，其实何必等他日再聚？你要送着孩子去太湖，路途迢迢，我呢正好有一艘画舫，也想领略一番太湖风光。我们不妨一同走水路去，岂不舒坦？小可生平最不喜欢有缘人风餐露宿，雨打风吹。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。有缘人，我的主人啊！那个病老鬼面黄肌瘦的，出气多进气少，说不定在路上嘎嘣就过去了，你还带着他干嘛呀？嫌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吗？你才见过几个鼻子眼睛长全的人？此人声若凤鸣，神清骨秀，尤其是他背上那对蝴蝶骨，万中无一。说的跟花似的，那不也是个大男人吗？废话，我不知道他是个男人，我说的是，此人容貌和骨相全然不符，我却丝毫看不出易容的痕迹。这点江湖小把戏，得有多大的本事，连我都看不出破绽来。还有，他那把软剑。哦，主人，昨天晚上那帮人为什么装神弄鬼？那个领头的还自称他是吊死鬼，当我们是傻子呀？哎，主人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有缘相聚去。沈师叔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程岭的遗体，其他人的事，我就是在这个院子发现的遗体。沈大侠，小心！好阴险的布置！师叔，此物极为锋锐，肉眼几乎难以看见。我们粗略地清理了一番，还未清理干净。这黄纸，鬼谷，没错。咱们老一辈都知道，鬼谷在作恶之前，都要有一番造作。本担心有人假借鬼谷之名作恶，老夫才请来了桃红绿柳两位老友。现在世上已经没人。没错，这人世间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鬼东西了。我们俩成了今天这样，全是此物所害。这是吊死鬼的缠魂丝。青崖山10大恶鬼，早就该铲除这些妖邪。我要将鬼谷杀个鸡犬不留。沈掌门，你搞清楚谁灭谁。现在是鬼谷要灭你五湖盟，别胡吹大气了。陶红婆，你一再挑衅，你觉得沈慎是不敢杀你吗？五湖水，天下会，武林至尊，舍其谁？彩云散，琉璃碎，青崖山鬼谁与悲呀？这什么鬼话？谁说这是鬼话了？沈掌门，有道是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门。鬼谷已经敲了镜湖剑派的门，谁敢说今天晚上不敲你的门呢？快，即刻报信给你师父，务必把下半阙童谣告诉他。我把盟主令牌交给你，持此令牌，如盟主亲临，你集结人手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务必给我查出程岭的下落。是。沈大侠，若贵盟张家的娃娃逃离升天，
丐帮当仁不让，自当蓝旗助贵盟寻找孤儿的大任。你尽管放心。多谢黄长老。哎，哪里话，这都是侠义道上的本分。今日种种，五湖盟上下敏感于心。何必客气。我累了，小子，前面转角处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会儿吧。主人。周兄，没想到咱们又有缘相聚了。大热天的，喝杯茶解解暑啊。这温客行阴魂不散的，多半也是冲着琉璃甲来的。哎，怎么走了？哎，这儿有壶，喝口水解解渴吧。哎。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周兄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这人难道在我们身上落了什么追踪之物？这天下竟有我不认识的追踪之术。走。哎，周兄又去哪儿啊？不再歇会儿了？哼，看那姓沈的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，真是痛快。五湖盟嚣张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人能收拾他们了。陶红婆，你收敛点吧。鬼谷县市遭殃的可不只是五湖盟啊！我才不管呢！哼，老婆子半截子入土的人了，只要能看着五湖盟倒台，我死也闭眼。绿柳啊，你怎么看？当年为了那见鬼的琉璃甲，枉死了多少人？最后还不是全都便宜了他们五湖盟？现如今，先是丹阳派绝后，接着镜湖剑派被灭门，我看是五湖盟，他们的报应到了。陆太冲还留下了2个小徒弟，该投到泰山派奥莱子的门下。他肯定是拿到了陆太冲的琉璃甲，咱们得赶紧找到奥莱子，不能让又一块琉璃甲落入鬼谷手中。便是一间房也使得，小二就行个方便吧。若是有房，咱还能不给你住吗？实在是被一位公子呢把整间店都给包下来了，您老多包涵，要不去别处看看？别处还有客栈？对不住，那倒是没有。没有你让我们去哪里？你要是出了咱家的店，去哪儿小的就管不着了呀。你柴房也行。我们旅途劳顿，但求有个过夜的地方。哎呦，这不是周兄吗？什么柴房？哪有让我们周兄睡柴房的道理？掌柜的，把少爷的天字第1号房打扫一下，让给这位壮士。好，小二，快，赶紧安排。好嘞。周兄啊，
我把我自己的房间都让给了你，还给你准备了2套新衣服，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雀巢鸠占吗？怎么说也该让我进去坐坐吧。我看这里啊，空的房间多的是，你随便找2间坐坐吧。可这天字上房就这1间呀，周兄，周兄。周叔，你在干嘛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看温公子不像是坏人。你呀，看谁都像好人。一夜未睡了，过来小睡片刻。周叔，你也一夜未睡，我在椅子上打个盹就好，你上睡吧。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是。你这吧，睡觉连衣服都不脱。我在不方便是吧？行。啊，对了，你那个伤要不要紧？啊？你不想说，便不说。这是金疮药，自己涂一下。周叔，谢谢你。周兄，咱们这缘分委实深啊，莫非是3生石上救精魂？是阴魂不散吧？不知温公子一直跟着我，所欲何为？不妨明示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你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，我就告诉你。不如先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。你的真面目想必是很俊啊，我的真面目嘛，可就不一定那么好看了，有可能是满脸疮疤，有可能是青面獠牙。任它是什么，我都没有兴趣。不过我也奉劝温公子一句，与你无关的事情，别那么感兴趣。那么我请问周兄，楼上的张公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情愿不知深浅，一脚踏入这漩涡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我只需将张公子安全送到赵静手中，旁的事与我无关。主人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啊？阿香，我问你，
世界上第2可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什么人？请我吃饭的人。是嘴硬心软的人。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？是腰细腿长，又嘴硬心软的人。这孩子是名门之后，请我丐帮之力，务必将孩子找到。是，属下谨遵执法长老号令。那如果找到他的下落之后呢？不惜一切代价，将孩子直接带来给我，中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孩子被带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是。周叔，张小公子，你可算醒了，我们都等你呢。你周叔不见你来，不肯动筷，害得我们也不好意思动筷。净手吃饭吧。哦，我饿，净什么手呀？又不拿手抓。野丫头，既然来红尘走一遭，能不能像点人样？你看看别的女孩子都是什么做派？各位大爷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是他吗？可怜可怜我们吧，这位大爷。张小公子，你怎么不动筷啊？可是饭菜不合胃口。不是，谢谢温公子招待。知道谢人家请你吃饭，还不好好吃。你知不知道，在饭桌上有你这种人，很影响胃口的。可是，我真的吃不下。姑娘，我怎么就这么看不惯你这路没经过半点风雨的浇花？文不成，武不就，遇到一点事儿就天崩地裂。你要是不吃饭，活活被饿死。你以为就能感天动地，让你的仇人出门嘎嘣被雷劈死吗？阿香，别欺负人，吃饭。主人，我阿香说错了吗？你看那个傻小子，他脑袋就是锈的。哎，我说，你不好好吃饭，长力气、长本事的话，难道指望我们这些闲人替你报血海深仇啊？是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但是你想的也太美了吧！就算呢，这位痨病周先生也没冤大头到这份上吧？哎，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小心噎死你个大傻子！你怎么掉金豆了呀？阿香，搞得好像姑娘欺负了你似的。
各位，高某王领天下第一盟盟主之位，在我任之内，鬼谷对我五湖盟镜湖派下此毒手，使得我四弟张玉森一家惨遭灭门。这是我五湖盟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，血债必须血偿。盟主说的对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各位，自青崖山一战之后，江湖与鬼谷相安无事20余载，只因当年江湖正道人士与开辟鬼谷的高人有过约定，只要鬼谷不祸害江湖，那么江湖正道人士也不会踏入鬼谷半步。可如今是鬼谷先出来祸害江湖，因此高某要于7月15召开英雄大会，是时候让我们一同杀上青崖山，彻底铲除此毒瘤。血债血偿，铲除毒瘤！血债血偿，铲除毒瘤！师傅，怎么样？还好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。秦华怎么样？啊，风寒而已，不时的有点发热。师傅，咱能生个火吗？再忍忍吧，到了武当山就好了。我来守夜吧。师傅您一路奔波，赶紧休息。师傅没事。如果不是镜湖山庄走了水，婶婶暂且放过了咱们。回头如果他再追上来，你一个孩子家又能拿他怎么样？大不了跟他拼了。师傅，莽撞！奥莱子师伯，要不然您就把我们交出去吧。沈师叔毕竟是家叔的结拜兄弟，我们是丹阳派最后2个传人，我想五湖盟应该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吧。傻孩子，婶婶她苦苦追逼，为的就是强抢你师父留下来的琉璃甲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师伯答应了汝师的遗命，无论如何，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不会让琉璃甲落到五湖盟的手中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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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！爹！周叔，没事了，睡吧。周兄，可是在找这2个人？
已经替你料理好了，回去睡吧。又是鬼谷，跟得倒挺紧的。朗朗乾坤，人鬼难分。戴着鬼面的不一定是鬼，长着人脸的也不一定就是人。谁知道呢？很识货嘛，这是30年陈的黄蜂。哎，我教你阿旭成吗？阿旭这19的功力，和我看人的功力有的一拼啊！来一口吗？就你这眼神，算了吧。我看人可准着呢。我敢肯定，扒下你最外头这层皮囊，里面一定藏着个好大好大的惊喜。你不妨扒了看看。不急不急，早晚的事。哼。天苍苍，事了宫城渡汉江。烟茫茫，杯中月，映笑荒唐。谁许我策马江湖闯四方？谁醉遍天涯，梦醒不见故乡。西陵下，祈秋凉，欲问我窗。人人憎，人人帮，潍坊惆怅是轻狂。春风吹得绿江南，水岸吹不暖人心爽。猝不及防，那是不是我们的光？相见恨晚，心未晚，不再辜负四季花。将古道西，风瘦马，欢笑桥流水人家。万里河山万家灯，往事如烟浪淘沙。将平生霜雪与君煮酒烹茶。人山高水远，你在我眼。